男人在野外发现一处诡异的洞穴，还看到洞穴里有个人停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无论男人怎么叫都得不到任何回应。然而如此诡异的场景，教授却要硬着头皮一探究竟，因为他要寻找失散多年的父母和妹妹。走入洞穴内，他发现无形中有一道屏障隔绝了外面，但是并没有阻挡他前进的脚步。等他穿过屏障走进来之后，之前还一动不动的人影开始动了起来。教授疑惑地回头看向洞口，发现外面的光线竟然在不停闪烁，并且洞穴里面还传来一阵阵诡异的声音。出于本能的恐惧，教授最终还是退了回去。可当他走出洞口，却发现天色已经黑了下来。教授整个人彻底懵逼了，明明只进去了2分钟而已，出来后居然变成了晚上。他再也不敢在这里久待，急忙想要驱车离开。然而当他找到车子后，却发现车上长满了树枝和蛛网，似乎早就荒废了很长时间。随后教授又在另一辆荒废的车里找到了学生的背包，原来他的几个学生已经从另一个洞口进去寻找他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重新返回洞穴里寻找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边，教授的学生们也已经来到了洞穴里面，只留了一个小胖子在外面留守。刚进来，3个女生就被一些奇怪的声音吓到了，当即就表示要离开这里。可是才刚进来，男生阿泰并不想就此离开，但女生们实在是害怕，无奈也只能原路返回。小维第一个率先往上爬，不料才刚爬上去2米，绳子应声而断，小维重重地摔在地上。阿泰赶紧又去拉另外一条绳子，果然同样也是断的。他以为是守在上面的小胖子搞的鬼，拿起对讲机就是一顿臭骂，然而却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从别的地方寻找出口。没一会儿就顺利找到一个可以徒手攀爬上去的洞口。小菊刚想爬上去，低头却看到了谁都不想看到的一幕，只见小胖子的尸体就横在他脚下的石头后面。阿泰从他的背包发现还算完好的录像机，通过回放才知道，原来小胖子和他们分开之后就一直守着外面的车子。伴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小胖子一直收不到阿泰他们的消息，以为已经凶多吉少，他也在外面守了好几个月，食物也吃完了，身上没有车钥匙，也没有求救设备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进洞里寻找阿泰他们。正当小胖子顺着绳子往下爬的时候，天空旋转的速度忽然变得极快，没一会儿绳子突然断开，重重的摔了下来。看过回放后，众人也终于知道，这个洞穴里的时间和外面的时间是不一样的。他们才进来半个小时而已，外面却已经过了好几个月。绳子也不是被人弄断的，而是长时间的老化自然断掉的。为了印证这个猜测，擅长攀岩的小菊决定爬上去探查情况。当他爬到一半的时候，很明显能感觉到空气的变化。艰难地爬出洞外之后，他发现周围竟是一片荒漠，寸草不生，空气也不再适合人类呼吸。小菊拿着求救电话想要发出求救信号，可是他换了好几个地方，信号根本就发不出去。一场巨大的沙尘暴正在向他袭来，仿佛世界末日一般。天空中还有一艘3角形的飞船正在靠近。情急之下，小菊只好原路返回。他把自己所看到的场景全部都录了下来。其他人看到这个场面也是震惊的说不出话来，这说明时间差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大，可能洞里1分钟，洞外就是10年或者20年时间。这时众人才发现小胖子的录像竟然还没有结束，小胖子摔下来后并没有死掉，而是被这里面的原始人给杀掉了。随后小菊带着绳子再次往洞口上爬去，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。可就在这时，洞口处突然伸下来一根棍子，棍子瞬间又变成一把简易的梯子，只见一个人正顺着梯子爬下来，此人穿着一身装备，根本看不清楚面貌。小菊他们一脸懵逼。这时有一个原始人从后面冲出来攻击神秘人，扭打间，神秘人掏出一把电子锁，直接把原始人锁在了地面。小菊等人见状赶紧开溜，他们误打误撞的来到了原始人的巢穴，发现了教授父母的尸体，还遇到了几个守家的原始人。为了掩护其他人逃跑，阿泰留下来和原始人搏斗，可是双拳难敌4手，没2个回合就被原始人干掉了。原始人解决掉阿泰后，赶紧又追了出去。小菊返回来抱着阿泰的尸体失声痛哭。这时神秘人也追了上来，但他似乎并没有要伤害小菊的意思，而是拉着阿泰的尸体走向中间的水池里。小菊不明所以想要阻止神秘人，然而过了一会儿之后，阿泰竟然活了过来。原来水池里的神圣之水竟能让人死而复生。神秘人又对上了折返回来的原始人，可是他也有点架不住人多，被原始人摘掉了头盔。好在凭借着强大的电子锁，成功的困住了原始人。神秘人被摘掉头盔后，似乎适应不了地球的空气，现在已经奄奄一息。随后神秘人打开头盔，大量的信息从里面涌出来。原来他们几个人的父母曾经在电视上发过寻人启事，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渐渐被遗忘了。几个世纪过去，地球迎来世界末日，人类开始乘坐方舟去往其他的星球生存。神秘人和他们不属于同一时代，所以他们的语言并不相通。明白了一切之后，众人这才发现了教授的背包，于是他们决定兵分2路。阿泰去找教授，小菊他们要把小胖子搬到水池里复活。阿泰刚出来寻找，就看到了趴在地上受伤的教授。教授被原始人袭击，身受重伤。为了不拖累阿泰他们，他让阿泰不用管他，赶紧离开。听到小菊的求救声，阿泰选择暂时回去，等会儿再来。阿泰回来赶紧把小胖子扛进水池里，可还没等到他复活，原始人就追了过来，众人只好丢下小胖子逃跑。来到洞口，阿泰拿出神秘人的棍子，重新伸展出梯子，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的往上爬。这时率先爬上来的小菊发现洞口变成一池水，
就在他犹豫不决时，水池里伸出一双手将他拖了上去。阿泰见状赶紧上来营救，可就在这时，底下的原始人触碰到了梯子的开关，梯子又瞬间收了回去，小菊被彻底拖进水池里。那双惨白修长的手替他戴上了呼吸器，时间的流动也转换成了洞穴外面。洞穴内的人瞬间停顿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后，水池里伸出几道触手将阿泰等人缠住。只见小菊如同脱胎换骨一般重新出现，把他们全部拉进水池里面。紧接着触手继续伸出来救走了教授和小胖子。当小胖子苏醒过来之后，已经是在飞船上了。接着教授也在水池里苏醒，阿泰和小菊他们也走了进来。飞船带着他们所有人正在前往新的家园。